咱们开始讲并列句的考点分析了吗？一谁？就是并列句在什么地方会用到呢？一写作，写作当然会用到并列句喽。那写作怎么来考？那并列连词在写作中用什么使用呢？同学们，来咱们来举个例子好不好？在没举例子之前，你告诉我中国人喜不喜欢用连词？中国人喜不喜欢？我们曾经那么试图的曾经使用过连词，比如说用之所以是因为造句，用虽然尽管造句，用虽然尽管但是造句，用之所以是因为造句，有没有同学们？我们小学做过很多句，但是后来发现我们其实生活中很少用连词。举个例子吧，同学们，好不好？比如说我前面站了一个男生，我说同学们，这个男生很有钱，我决定嫁给他。你看咱们中国人说的很舒服，看这个男人很有钱，我决定嫁给他，没有问题，对不对？那你翻译成英语能不能翻译成1、2、3，咱们一起来好不好？这个男人很有钱，我决定嫁给他。The man is rich. I decide to marry him. 行不行？行不行？你会说没有连词，对不对，同学们？没关系，我写成句号不就行了吗 ？The man is rich. 句号 I decide to marry him. 句号，行不行？对，我就是两个句子，我中间不加连词了，不行吗？告诉我行不行？不行，为什么？因为英语中只要上下文之间有逻辑关系，一定要用逻辑关系词，没有逻辑关系词就不能体现上下文的逻辑关系。那你点了句号了，我怎么办？你加个副词或介词短语呀。The man is rich. 句号 As a result. 逗号 I decided to marry him. 句号。说完了。也就是英语中特别喜欢用逻辑关系词，但是不一定用连词，但是逻辑关系词是一定会用的。所以同学们记笔记，并列句在写作中的使用，同学们写的是写吧。只要上下句之间有逻辑关系，好写。只要上下句之间有逻辑关系，通常都要用逻辑关系词。通常都要用逻辑关系词。好，写完以后在后面写个小括号。逻辑关系词不只是连词条件，包括了连词。只要上下句有逻辑关系，就一定要用逻辑关系词。逻辑关系词包括了连词，还有谁？介词，还有谁？介词短语，还有谁？副词。这不咱们讲的所有的吗？同学们，副词你自己写吧，同学们 ADV。好，所以说那刘老如果不加那个 as a result 什么后果？就是没有逻辑关系呀。我猜这不是很明显？那是咱们中国人的理解。中国人前后意思的逻辑关系不需要逻辑关系词，就是前后意思的衔接就可以了。比如我爱你，我要和你结婚，刘老师，我爱你，我要和你结婚，就是我爱你，所以我要和你结婚。为什么非得加个所以呢？英语中就得加个所以。所以上下文只要有逻辑关系，通常都要加个逻辑关系词。我们写作要求语言通顺，要求衔接恰当，指的都是逻辑关系词正确使用嘛。所以逻辑关系词可别忘了哟。下面咱们举一个中国的例子和英语的最反面的两个例子，两个绝对极致的例子就是，咱们中国有个天净沙秋思，背过吧，同学们？叫枯藤老树昏鸦。同学们，我在读的时候，你在告诉我你在想什么哈？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下。告诉我你在想什么？你在想一个非常唯美的画面，对吗？远处枯藤有个老树，应该秋末了吧？一个老树上盘旋着很多的枯藤，上面蹲着一只乌鸦，嘎嘎嘎的叫着。不远处有一处有个小桥，流水哗哗流着，还有一户人家在那住着。然后你又离得很远，有个古道西风瘦马，哦，往前看有个古道，吹着西风，里边有个马，有个人牵着马，夕阳西下，一个断肠人牵着马在那个古道上走，是不是那种给人一种非常凄凉唯美的画面？出来了。你要给外国人这么翻译，他们会疯掉的。或者 Why? What's this? 这是什么东西？枯藤 ，withered ones。咱们这单词根本都不需要会写的，只是为了一首诗。这单词也不是考研词汇哈，这单词不是考研词汇。wither 枯萎的，枯藤 ，withered ones 老树 ，an old tree。你看我没写 old tree， 因为可数名词不能单独使用。但是你翻译的时候不要翻成一棵老树，依然翻成老树。枯藤老树昏鸦。应该一只乌鸦吧 ，a crow at dusk， 昏鸦，黄昏时的乌鸦呀 ，dusk 黄昏 ，a crow at dusk， 这个单词你需要会写，他们黄昏怎么写？特别是 dusk 这个单词是，翻译特别像谁？鸭子怎么说 ？duck， 特别鸭子我猜你认识吧 ？duck 同学们 ，duck 你认识吧？鸭子 ，dusk， 是不是鸭子在黄昏的时候都要回家？俺们的农村就我们家养的鸡呀鸭，一大早起来都自己去溜风去。自己去散步去，等到晚上快黑的时候，鸭子嘎嘎嘎嘎都回来了。大可鸭子 dusk 黄昏。
好，枯藤老树昏鸦，小桥，可数名词不能单独使用，不解释了哈。A small bridge， 小桥流水 flowing water， 小桥流水人家，人家不有个村舍吗？ A cottage， 村舍小屋。古道啊 old road， 西风 the west wind， 瘦马 a lean horse， lean 消瘦的瘦的。sunset 夕阳西下 sunset 太阳落下。断肠人在天涯，断肠人就是 heartbroken people in the end of the world， 在天涯就是天的世界的结尾处。他们这就直接翻译过来的。这首诗你要给外国人读出来，他会这么感觉，他会这么想的：枯藤在这，老树在这，昏鸦在这，小桥在这，流水在这，人家在这。一条路，风吹着一个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他凑不成一个完美的画面，他凑不出支离破碎的。他傻呀，刘老师。不能说是别人傻的，咱们只能说英语就是一个非常讲究逻辑的语言。那要翻译英语应该怎么来翻译？你要加副词，你要加介词，你要加介词短语，把它连成一首完整的词，那就是这是我翻译的。如果这个中间翻译的跟我不一样的，你觉得你可以翻译的更好听的，一定在我的公众号给我留个言，好不好？小燕儿工作室说，刘老师，我觉得你这样翻译的不好，我觉得那样翻译更好。好，咱们来讨论一下，好不好？这我写的。枯藤老树昏鸦，你看我写的是有很多的枯藤 ，there 远处，离得很远的地方有枯藤。什么样的枯藤呢？看第一个介词出现了 ，around the old tree， 盘旋着老树有很多枯藤。刘老师，那就不说盘旋着老树，那枯藤肯定也在老树上盘旋呀。你不说出来，他怎么知道呢？英语就是逻辑呀，没有逻辑关系词就没有逻辑关系呀。哇塞！在很不远处，有很多的枯藤盘旋着一个老树 ，and the crow is sitting on it， 一个乌鸦正坐在它的上面。什么时候坐？黄昏的时候，一只乌鸦正坐在这个大树的上面。刘老师一定要说坐在这个大树的上面吗？那如果不写 on 什么感觉？他以为在大树的下面蹲着一只乌鸦呢，他以为在大树的旁边蹲着一只乌鸦呢。Not far from it， 就离这个老树和枯藤老树昏鸦不远的地方。Near a cottage， 在一个村舍的旁边。There exists a small bridge， 有一个小桥。小桥什么的小桥呢 ？With running water， 有着流水，有着流水的小桥。那流水在小桥的什么地方呢 ？On it， 在河的下面有着很多的流水，在它的下面。刘老师，这不写下面的那？流水会在桥的上面吗？他就这么理解呀，他会觉得你写的很混乱啊，你要出现介词呀，你要出现介词短语呀，你要出现副词呀。Not far from it, near a cottage, there exists a small bridge with running water on it. Besides， 此外，好，这是一幕场景结束了。Besides, a lean horse is walking， 一个非常瘦的马走在哪？走在一个古老的小道上。In the west wind， 在西风中，好，形象出来了，就像黄河大侠，就像熊猫大侠一样，是不是穿着斗篷？是不是看穿着斗篷，走在一个古老的路上，在西风中吹着风，是不是熊猫大侠那种样子出来了？是不是 ？Besides, a lean horse is walking on an ancient path in the west wind。所以你要用什么东西？你要用介词，把它们穿成一个语境。好，此外，一个马走在一个古道上，在西风中。此时 ，at that moment， 就在这时 ，when the sun is setting， 太阳就要落山了。就一个马走在古道上，这时候太阳要落山了。At that moment， 就在这个时候 ，a heartbroken man is far from home， 一个破碎了心的男人远离他的家乡。对这个故事讲的不是一个人在天涯，而是说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一个人远离家乡，思乡了，开始想家了，对不对？所以他不是在天涯，而是远离家乡。好，说完了。对了，所以我们需要逻辑关系。再说一遍，只要上下句和上下词之间有逻辑关系，就一定要用逻辑关系词。逻辑关系词不限于连词。等到作文班我还会给你讲逻辑关系词，到时候你再说，我再问你什么是逻辑关系，你要再说连词，我吐你脸上。别害怕啊，对，它包括很多词呀，同学们，你怎么一说到逻辑关系词就是连词呢，同学们？好，说完了，并列句干什么事儿？答写作中使用。
所以写作我们要经常用逻辑关系词，使语言显得自然而又流畅。使语言显得自然而又流畅的东西，一定是逻辑关系词。好，咱们举几个例子，好不好？第一句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我很开心，是这个意思吧？来，这句话是没有主语的。谁有朋友自远方来，谁不亦乐乎？两句话都没有主语。第一句话加谁作为主语？有朋。当一句话没有主语，并且谓语都听到了有，用谁？用 there be 句型。我既然写了 are， 那就肯定不是一个朋友来了。如果你只有一个朋友来，就是 there is a friend。我写了 there are 就是很多朋友了。There are friends 从远方来，会写 come from 吗？你可不要写成 come from 哟。为什么？因为一句话只能有一个动词呀。are 已经是个动词了，所以 come 后面加谁 ？ing 呀。Coming from 远方遥远 afar。afar 可以当名词，远方遥远，还可以当副词，远方地遥远地。好，讲完了。下面是不亦乐乎。不亦乐乎这句话显然没有主语，谁快乐呢？我快乐，刘老师。但是我快乐能写成被动吗？对，你只要问我快乐能写成被动吗，我都很开心，因为人称代词做主语都可以考虑写成被动。我先把它原版的样子写出来，好不好？我这点的是句号啊，大兄弟。这就意味着你不能使用连词了，你只能使用副词或快说介词短语。我感到很开心 ，I feel 开心的，叫 delighted。这是咱们词汇班讲的一个单词，对不对？弟弟看见了光 ，delighted。弟弟看见光就高兴，是不是弟弟做了一场噩梦？周围一片漆黑，突然间弟弟看到一束光啊，好开心 ，delighted 开心的。同学们，我告诉你，很多同学都说单词记完就忘了，单词背完，刘老师你讲的特别好，我听你讲的时候我能记得，我几天不用就忘了。对了，别说单词几天不用就忘了，你就是跟一个老师特别熟，你小学老师的名字你还能想起来吗？他不用就是忘了。所以你要想记住一个单词永远不忘，只有两个方法。大声说，一，经常见到。你想要记住一个单词永远不忘，只有两个方法：一，经常见到；二，经常用到。如果能经常见到而又经常用到同时发生就更好了。那什么叫经常见到？就是重复单词呀。所以单词背到10遍会能记得吗？不知道。背到15遍不知道。单词叫重复 repeat again 啊，那个 again 啊，那个 again， 重复，要么你经常用到。所以我每次讲写个难单词，学生都很生气的说，那你为什么不写成 happy？ 这个单词我不会，那我不是教你了吗？你要经常用到呀，你不经常用到怎么会记得它的呢嘛？是不是学完好单词再也不用一次了？你写作文很搞笑，只要初一能解决单词，一定不用一个初二单词；只要初二能解决单词，一定不用一个初3单词。而我们考研全是考的是难单词。那我会了，别吵我了，刘老师。那这能写成被动吗？我感到很开心。特别你能写成被动吗？写成被动就是很开心，被我感觉起来。哦，不能，对，它不能写成被动，所以只能写成主动啊。两句话之间什么关系呢？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显然是因果关系呀，所以加个表示因果关系的，大声说副词或介词短语。因为我点了句号，已经不能加连词了。比如说你加谁？我记这个单词我还没用过一次的呀 ，as a consequence。对。中文中没有逻辑关系词，英语中要加逻辑关系词。There are friends coming from afar， 逗号句号。As a consequence, I feel delighted， 句号。好，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说完了，好不好？因果关系，但是因果关系也不一定非得用个连词 so 哦，同学们，这是我们写的一封感谢信，感谢一个曾经给过你帮助的英语老师，从一件小事回忆这个老师给你无私教诲。然后写如何回报老师对你的关爱，这是一篇作文的整个第2段。这怎么可能是第2段就这么长就第2段？是呀，小作文总共才要求100个单词呀，你这个写出都已经50个单词了，同学们，已经是小作文的第2段了。所以你为什么感谢那个老师？我就写的是，你还记得那天吗？我没有通过大学英语4级考试，一个人在雨中哭泣，你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告诉我人生没有终点。来吧，一起来好不好？对了，我们在写的时候，你要告诉我句子和句子之间有逻辑关系吗？有，咱们就加逻辑关系词。没有再说。你还记得那天吗 ？Do you？ 你还记得那天吗 ？Still， 记得会写吗 ？Remember。
That day， 你还记得那天吗？问号，这会写吧？我没有通过大学英语4级考试，请听，你还记得那天吗？和我没有通过4级考试之间有没有任何逻辑关系？没有，并列，没有，点并列没有，没有逻辑关系，刘老师，我没有通过，所以因为没有逻辑关系，那就不能用逻辑关系词，你不能乱用啊，好不好？我没有通过4级考试，过去没有这个事儿的哦。你来到我的身边，拍拍我的肩膀，都过去了吧，同学们？好，我没有通过4级考试，1、2、3，过去式。I failed to， 对 ，fail to do something 翻译成没有做某事，或者是无什么什么东西。I failed to pass。会写4级考试吗 ？CET4。一个人在雨中哭泣，你看，我没有通过4级考试，一个人在雨中哭泣，他们俩之间有逻辑关系吗？因果就是没通过才哭的呀。所以，好，来1、2、3，点个句号，小朋友点个句号啊，写的是 therefore。副词呀，逗号。一个人在雨中哭泣，告诉我主语是谁？你可不要写成 a person 啊。一个人在雨中，是我哭呀 ，I 快哭。同学们，你不要写成 cry 是嚎啕大哭。我个人觉得4级没考过，一般伤心不成那个样子，嚎啕大哭，流着哈喇子，流着鼻涕，牙都露出来，使劲哭。那刘老师，你说怎么哭？流眼泪都行了，你觉得同学们 ？Shed tears， 在雨中 ，in the rain。一个人不是独自的一个人的吗 ？Alone。好，写完了，来1、2、3，同学们开始了啊。Do you still remember that day I failed to pass CET4? Therefore, I shed tears in the rain alone. 写完了。刘老师，这个应该用过去式。shed 的过去式就是还是 shed， 它的过去式和动词原形一模一样，所以一个人在雨中哭泣。走了，你走过来。同学们看，我在雨中哭泣和你走过来是什么关系？是我边哭你边走过来，还是我哭完你再走过来，还是递进，还是？应该是同时发生的吧？是不是同时发生的，同学们？同时，对不对，同学们？同时，我点逗号，同学快看好了，我点逗号。点逗号，我也不想使用连词；点逗号，我也想使用介词短语。同时，你向我走来 ，at the same time。看好，对吧？啊，因为你点的逗号，介词短语可不能连接2个句子哟，所以你要看它在前面加连词是谁 ？and。这不咱们讲好了吗，同学们 ？And at the same time， 逗号，你走过来，走过来怎么说 ？Came up to me， 可以吧 ？Come up to somebody， 向某人走过来。And 拍拍我的肩膀，同学们看，你走过来和拍拍我的肩膀是什么关系？是你边走边拍，还是走过来然后再拍？然后再拍，刘老师。好，点个句号。为什么？因为然后是一个表示递进的词。表示递进的词没有连词，只有副词的介词短语，是吗？表示递进没有连词，对不对？好 ，then， 对吧 ？You 拍拍我的肩膀，刘老师人家都没有说你 ，then 的后面带是个句子呀 ，then 前面是个句子 ，then 后面也是个句子呀。You 拍拍我的肩膀，拍会写吗 ？tap 也可以 ，beat 也可以，轻拍。beat 的过去式还是 beat。You beat my shoulder。告诉我人生没有终点，那你拍我的肩膀和告诉我是不是同时发生的？编培大雁呀，跟你说呀，是不是同时说发生的 ？Then you beat my shoulder and told me。你写啊，刘老师，就是同时 and told me， 我才不写 and 的，这都是考北大清华的人了，写什么 and 呀，同学们？那你要写什么？一句话当中只能有一个动词做谓语 ，beat。我决定把告诉写成非谓语动词，不是也行吗？哎，可以，刘老师，可以，不是可以，它比 and 好多了，同学们。Then you beat my shoulder, tell me。好，人生没有终点是个 there be 句型，对不对 ？There's no 会写终点吗？会写就是 destination， 不会写你就写 end 也可以。我会写 destination。There's no destination in life。同学们，你把这个完整的读一遍，有没有觉得特别的顺畅的感觉？逻辑关系词让每句话之间连接的特别通畅。我告诉你，记住你的写作至少
20%到30%的分数取决于逻辑关系词。就这些小东西吗？是呀，是呀，是呀，语言很流畅啊。读一遍，都张开嘴，谁要是不读，今天周谈中午把手机给丢了啊 ？Do you still remember that day? I failed to pass AT4. Therefore, I shed tears in the rain, alone. And at the same time, 逗号 you came up to me. Then you beat my shoulder, 逗号 telling me there's no destination in life. 要求熟读会背更好，不是让你背我写的东西，是让你背这种逻辑关系。对，你要经常多背的东西，你会感觉很好，同学们。好，这是我写的，你的书上应该有完整的版的，但是我还是比较推荐你跟我一起记笔记，同学们。你说我黑板上幻灯片都写好了，为什么要带你再写一遍？因为我想知道，让你知道这过程是从哪来的，好吧？好不好？完成结束了哈，你自己再在书上看一遍，把逻辑关系词圈一下，思考一下，想一下。好，举了2个例子了，咱们还继续来进行。他爱的人早已经结婚了，他爱的人早已结婚了，他却依然默默地幻想着这份爱情，是吧？很多人分手以后都走不出来，其实熬过这一段时间就好了。等到过了一段，你会发现，其实你喜欢的那个人，当年为他痴为他狂想要死的那个人，根本不适合你，觉得当年的自己好傻呀。但是现在我说你听不懂，所以如果你失恋了，坚持1年走出来，你都会发现以前的自己好傻呀。所以在你被抛弃这段时间，一定不要做傻事儿，每天熬过每一天就行了，你会活得很通透的，同学们，好不好？来，他爱的人已经结婚了，他却依然显然是一种转折呀，刘老师，他爱的人早已经结婚了。好，这句话我都不带你写了，好不好？那咱们就一直写。这句话非常抱歉的告诉你，同学们，这里边有一个定语从句。你看，他爱的人 ，the man who he loves， 有个定语从句。我不想写成定语从句，那就不写成定语从句了，别生气了嘛。来，1、2、3，我就写成his lover， 好不好 ？his lover 都不行，应该是现有情人。他爱的人，那就是他的旧情人呗，好不好？来，1、2、3， his， 同学们，我们后面会告诉你旧情人怎么写，叫 old flame。这个单词你会写，考研也不会用到，为什么？因为考研不会考情人这种话题。flame 是火焰，听过我讲单词的同学来一起讲。飞来一个阿妹，张惠妹在舞台上像火焰一样在燃烧。flame 是火焰，旧火焰，旧情人，早就已经结婚了。是吗，同学们？那就是已经结婚了，现在完成时，对不对 ？Has got married。好了，讲完了，第一句话讲完了，中间点个什么词都无所谓，点逗号也行，点句号也行，我就点个逗号都行了。And， 但是，快点，但是的，咱们讲了那么多但是，想写谁写谁呀。And conversely， 他却依然默默地幻想着这份爱情，嘿。却默默地幻想着这份爱情，告诉我是不是一直在幻想？昨天是，今天是，估计最近明天也是，所以用一般现在式。比如那前后时态不得保持一致吗？没必要保持一致，因为明显不需要保持一致。嘿，来幻想会写吗？幻想着这份爱情，我先把 still 写出来，刘老师。幻想不会写，我会写幻想的名词叫 fantasy。illusion 咱们讲过吧，同学们 illusion fantasy 是幻想，你们动词不会写，那他就依然幻想着这份爱情，他依然在想念这份爱情吗？想念会写吗 misses 对不对吗，同学们 the 爱情 love 默默的，虽然我们还没讲，你也应该知道用什么词，副词，副词修饰实义动词修饰 misses， 这是后期我们讲的状语，现在听不懂别问了，别生气，就跟着听都行了。所以你写的是 His old flame has got married， 逗号 ，and conversely， 逗号 ，He still misses the love silently， 他依然在想念这份爱，默默的想念着，可以啦。如果你看咱们的书就写的比较高端了，书上写的很高端，对不对，同学们？写的是 The woman he loved， 他爱的这个女神 has already been married， 跟我刚才写的一样，对不对 ？And however， 我写的是 and conversely， he still silently 放到这个位置了。
刘儿，你为什么不放那句吗？状语的位置随便放啊，但你还得听至少将近20个小时才会听到状语的，慢慢听。他依然默默的 fantasy 的意思是幻觉、幻想 ，fantasize 就是幻想的动词，加个 ize 变成动词呀。他依然幻想着这份爱情 ，this love 句号也可以。好 ，fantasy 好吧，来1、2、3，这个单词我是怎么讲的？同学们 ，fantasy 我讲的是烦他就死 ，fantasy 烦他就死，烦谁都死。最后全世界就剩下你一个人，你是传奇呀！原话就是这么讲的 ，fantasy。所以很多同学说，刘老师你讲单词我还是记不住，我都想象不到你怎么记不住的。那是呀，就这么听着歌，哎，摸着这抠着那，你当然记不住了。fantasy， 烦他就死，这不是幻觉吗 ？fantasy， 幻觉幻想，就是你在玷污我的课程吧？记不住，怎么会记不住吗，同学们？好，继续来。好，这举了3个例子。这个例子我没打算带你写，只想告诉你这句话写的真好，不要后悔对别人好。所以我总是觉得对谁特别好，我特别后悔呀。后来他证明他是那么坏的一个人。看到这句话，我心里很平和。他说：“因为你对别人好，不是因为他有多好，而是你够好。”哎，是不是突然间心里很释怀，同学们，是吗？这句话的连词太多了。不要后悔对别人好，显然是一个祈使句，没有主语。Do not regret 对别人好，因为好因果关系 ，because you are good to others， 因为你对别人好 ，not because he's good，but because you are good， 是这意思吧？但是咱们换个单词嘛，这个写的哈，就这句话会背也很好哟。Do not regret being good to others。regret doing something 翻译成后悔做过某事，是吗？Do not regret being good to others。再说一遍 ，regret doing something， 后悔做过某事。不要后悔对别人好 ，be good to somebody， 对某人好 ，because you are good to others， 因为你对别人好 ，not because as he's good， 不是因为他好。你咋不写成 because 啦？都是 because 不好换个单词呀 ，as 不是也是因为吗 ？as 也可以翻成因为呀 ，not as he's good。But you are nice enough， 而是你足够的好，是不是？所以1、2、3这句话很拗嘴，张开血盆大嘴，咱们一起说。不张嘴的同学今天上午口臭哦。1、2、3，这是主句部分，对不对，同学们？好，你也可以认为是 because 在并列2个句子，前面那个句子是个祈使句，后面那个句子是 because。好嘞，因果关系 because you are good to others， 在这个 because 里边。在后面这个句子里边又有一个 not but 并列的2个句子 because you 你别看 because you are good to others not because he's good but because you are nice enough 这个 because 没写了，省略了。好，你写上别生气，对吗？来写上，那就是 not as he's good but as you are nice enough， 而是你足够的好。好，咱们一起把这句话背一遍试试吧，同学们，试试好吧，试试好吧，别生气。Do not regret doing well to others, because you are good to others, not as he's good, but as you are nice enough。因为全是 good 了，我想换个单词呀，仅仅是换个单词。好，可以了吧？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善良曾经伤害过你，不要因此变得不善良，好吗？我在词汇班说过一句话，我今天还要说这句话。明朝那些事儿里面说过一句话，我觉得那句话说的特别的好。说孩子，你还很年轻，以后你会得到很多，你也会失去很多，你可能会经历很多的失败，你也会经历很多的成功。但是，请你记住，无论你的年龄有多大，无论你经历过什么，有2个东西一定不要丢。1是善良，2是理想。送给你，好吧？来，这句话是，这都已经明显不是我写的句子了，这是从咱们的4流级翻译里边拿出来的。4流级翻译哈，作为寿终之王，狮子象征幸福和好运。你别告诉我象征你还不会写 ，symbolize， 咱们前面讲过了。别生气，刘老师，我没有生气，讲过的得记住了，对不对？
所以因果关系，人们通常在春节和其他节假日期间表演狮子舞。来，1、2、3，先说第一句话，先说他们是因果关系没问题。好，先说第一句话，作为寿终之王，狮子象征主语是谁？狮子谓语是谁？象征宾语是谁？幸福好运。所以第一句话是主谓宾节告。那作为寿终之王是干嘛的？寿终之王，作为寿终之王应该是个状语 as， 寿终之王。逗号，狮子象征幸福and好运，所以你可以写成 so， 你可以写成 therefore， 你也可以写成 as a result。人们通常在春节和其他节日期间表演狮子舞，主语是谁？人们，谓语是谁？表演，宾语是谁？狮子舞，通常是个副词，在春节和其他节日期间是个状语，我放在句末。所以第二句话写的是人们通常表演狮子舞，在春节和其他节假日期间。这句话很简单，对不对？来，我帮你分析完了，咱们一起来直接看翻译，因为比较简单，所以我没带你来翻译。走 ，As the king of beast 翻译成野兽、禽兽，你知道吧？美女和野兽叫 Beauty and Beast， 野兽。作为百兽之王 ，King， 野兽的国王。逗号 ，The lion， 狮子。你不想写成 the lion 也没关系，你可以写成 lions， 反正可数名词不能单独使用，要么写成 the lion， 要么写成 lions， 要么写成 a lion。代表这个单词我们讲过了，因为你写的是 the lion 做主语单数，所以 symbolize 后面加个 s， 一般现在是狮子代表着 happiness 幸福 happiness。比如我写成你刚才讲的 delight 行不行？可以呀，delight 可以当名词呀，幸福呀，开心呀，可以。The lion symbolize delight and good luck， 好运你会写吧？所以我写的是 and as a result， 当然你可以写成句号 as a result 也可以。所以 people usually perform 表演狮子舞，因为狮子舞我不是很懂，应该不是一种品种的舞蹈吧？各种舞是不是对吗？所以表演狮子舞 perform 表演 performance 名词表演。Perform line dances 什么期间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记住，专有名词首字母大写 ，Spring Festival and other festivals， 是不是也觉得4级也没那么难了？等到我们的课都讲完，你会发现，哎呀，讲得太好了，过。好，这是咱们的一道4级的翻译题吧？这个是我写的。学习英语不仅能让我们更好的了解外国文化，而且还能帮助我们和外国人进行通畅的交流。先不写，先告诉我连词是谁？不但还有谁？而且，咱们一起来写个试试吧。这个我要亲自带你写，对吗？英语学习 English learning， 你可以写成 learning English 都可以。我写成 learning English 好不好 ？Learn， 你也可以写成 study English 啊，都可以，这个没关系。English。不但能让我们更好的了解外国文化 ，not only， 同学们你记住 ，not only 的位置一般人都写不错，因为它的中文顺序和英文顺序几乎完全一样的。Learning English not only 让我们更好的了解国外文化，使我们了解国外文化，使让是不是 make 啊？请注意 make 一般现在是加 s， 因为 Learning English 是个单数 makes 我们 us to 了解国外文化。了解会写吗 ？Understand。国外文化，快点 ，foreign cultures， 这都会写，对不对？很简单。如果基础太差，同学们，这些单词我讲完你都要会写哦，你要会背哦，同学们。Makes us to understand foreign cultures， 哦，更好的 better。But also， 来还能帮助我们和外国人进行流畅的交流。But also help 帮助我们。us， 你看写完嘛，有错一会儿再改。But also help us to 交流，快点交流 communicate with foreigners F-R-E-I-G-N-E-R foreigners but also help us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 foreigners 流畅 smoothly 对，进行流畅的交流。好，写完了有错请修改，没错就拜拜了。同学们，我在写的时候你可以不抄，因为咱们这是回放的特别好，你可以摁个暂停再把它抄下来，好不好？对，我写的时候你不要一直写，哇塞也不听。Learning English not only makes us to understand foreign cultures
better but also help us to communicate with foreigners smoothly。有问题吗？哦，这是个单数。那刘老师 ，not only but 都是并列的，那 but also 的主语不是也是学习英语吗？所以 help 后面加个谁 ？s。help us， 同学们，那你还记得咱们初中老师讲过，我们叫 help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还是 help somebody do something？ 帮助某人做某事是 help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还是 help somebody do something？ 我们以前学的是，听好了哈。help to do something 和 help somebody do something， 但是现实生活中我见过 to do， 但是咱们还是严格遵守咱们以前老师讲的好不好 ？help somebody do something， 所以这个地方没有 to。还有错的吗？还有一个是 make 使让动词后面是省略 to。对，我们一般考的是 make somebody do something， 我们很少见的 mak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好，这句话讲对完了。现在你需要看一下，如果是你写，你会错在什么地方 ？Learning English not only makes us understand foreign cultures better, but also helps us communicate with foreigners smoothly。好，这是学习英语的好处，不说了吧，同学们？好，继续来。污染对污染的坏处，这是污染，我们考过的作文的污染。污染不但使很多孩子患上了不知名的疾病，而且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失去了纯净的蓝天。我再说一遍，你写的时候，我告诉你怎么办。中文和英文 not only but also 的位置是一样的，所以你写完应该是污染 not only make many children， 患上病的患你可能不会写， get 不知名的疾病 unknown diseases 要加 s 因为不是一种病，是很多病啊。But also 更重要的是 more importantly， 使我们失去了纯净的蓝天。那可以写 make us lose 纯净的蓝天。那也可以写而且剥夺了我们纯净的蓝天也可以呀、剥夺会写吗 ？deprive somebody of something， 这个单词我在词汇班也讲过吧 ？deprive 和 derive 一起讲的。好，写完应该是很简单，所以我就直接读了哈。Pollution not only， 你咋没写没 makes 啊？不是一样吗？引起污染不但引起很多的孩子 ，caus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咯。如果是 mak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咯 ，causes many children to suffer from unknown disease。suffer from 比我讲的 get 好多了，遭受了不知名的疾病，切记疾病后面加 s。没问题呀，是不是就是单词写的不一样而已？所以每句话只有参考译文，没有正确答案的。因为每个单词中文意思都有好几个英文意思和它对照的单词出现呀。啊，可以，那我就这么写呗。Not only causes many children to suffer from unknown diseases， 而且 but also 更为重要的是 more importantly， 剥夺了。同学们，我就害怕你 deprive 后面少加个 s， 因为它的主语也是污染。第三人称单数动词后面加 s， deprives us of， 剥夺了我们一个什么？一个纯净的蓝天 ，a clear blue sky。好，讲完了，也是不但而且句型。同学们，你发没发现，这是我写的不但而且，如果是你写，你一定会写成 and。你可以这么写：污染使很多孩子得上了不知名的疾病，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很失去了纯净的蓝天。同学们记住了，作文中不要那么多 and。不但而且句型就可以替换 and， 并且不但而且我在讲的倒装的部分可以写成倒装，这写成倒装惊天地泣鬼神啊，大兄弟！让老师改句的时候流鼻血呀，鼻血都擦不及，没见过这么好的句型，同学们。好，再说一遍，作文中少用 and， 教了你一个句型叫不但而且句型，完全可以替换 and。好，继续来，看着都头晕，这是6级考的吧？好像是。那生什么气呢？同学们，我今天一定要解释一下。说刘老师，你的语法常常你讲的太难了，不难。我觉得难，不是你觉得难就难。你觉得 I love you 简单，你觉得 This is your mother 简单，考研不考呀？我可以把语法讲的很简单的，考研不考。那我觉得很难怎么办？如果你觉得我讲的特别难，同学们，说明你的基础
不是很好，别生气哈。你怎么办？我告诉你怎么办。你先别听我讲这个课了，因为这个课讲的都是考研的句子，都是4、6级的句子，很难的一些句子的都是。那我的基础差怎么办？对，你不要说我讲的难，是因为你的基础差，因为考研就考这些东西，这些在考研上还不算难的，这些6级的句子在考研上比起来一点都不难。我告诉你怎么办，你停下来，先别听我讲这门课了。我推荐一本书好不好？叫做不就是专升本英语语法吗？我有一本书叫不就是专升本英语语法吗？那本书也是全程配课，讲的就是专升本的语法。我又不专升本，专升本语法都是高中语法，也就高中语法和专升本语法是完全一样的，讲的特别细致。倒装啊，一般现在式呀，现在完成式，怎么可能有这么长的句子？西藏都不会出现，太难这个单词。先把那个书拿过来，扫码听我讲课，听几遍，听个2遍3遍，都听懂了，都听会了，醍醐灌顶了，再听这门课。所以你听到这个地方，先按个暂停，不要再听了这个课，先听。不就是专升本英语语法吗？那本书那是高中最基本的语法，你先把基本的给搂一遍，全是高中词汇的搂一遍，因为这一单都已经很难了，同学们。而考研就考它，我讲的太简单，考研不考。所以我们以前在上个机构上课的时候，就一个老师把考研阅读讲得很简单，就告诉学生怎么蒙，见到没是正确答案，读不懂怎么弄。那些小技巧只能应付1道题到2道题，大部分的阅读理解读不懂就是做不对。所以很多学生会说那个老师讲的不好，我说怎么不好？他说他讲的是中西最近原则，那中西我读不懂怎么办？我说那读不懂你就做不对呀。考研阅读它是为国家选拔最高端人才的一次全国性质的选拔性考试，它不简单，同学们，它不简单别生气。青藏铁路大大缩短了其他地方与西藏之间的旅行时间。同学们，这个里边出来定语了已经是，所以定语你翻译不好，咱不翻译好不好？咱只翻译主干。定语咱们讲到定语再说。主语是青藏铁路，谓语是缩短了，宾语是旅行时间。你看其他地方和西藏之间的，咱们先不翻译。那这个我会，刘老师，青藏铁路缩短了旅行时间，谁不会写啊？青藏铁路你会写吗？青藏汉语拼音铁路 railway 也可以，那就青海 Tibet Railway， 缩短会写吗？如果你不会写，你就写 make 旅行时间 travel time short， 对，使旅行时间变短了，不就行了吗？哦，因为青藏铁路是个单数，所以要加个 s， 那就青藏铁路 makes travel time short。使哪个旅行时间？这个地方有个定语 between 西藏 and other places， 咱们不讲了，同学们，因为定语很恶心，咱们还没讲到呢。更重要的是，快 ，more importantly， 好吧，同学们，加个 and 吧 ，and more importantly， 它极大促进了西藏的经济发展，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好，1、2、3，做好准备，小朋友啊，它是不是还青藏铁路 ？it， 谓语谁？促进了西藏的经济发展，宾语是经济发展，主语是 it， 谓语是促进 promote， 会写吧 ？promote， P-R-O-M-O-T-E， promotes 西藏的经济发展，那就它促进了经济发展呗 ，economic 发展 development， 这都会写的，同学们啊，不会写的你要背，这单词基本单词同学们一定要会写的。More importantly, it promotes economic development. 西藏的 in Tibet， 没问题吧？它促进了西藏的经济发展，这是会写对不对？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其实就是一个并列句 and 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那就改善了生活 of 居民。所以居民是个名词，在修饰生活呀。改善会写吗？不会。改变会写吗？会。对，你就写个 change 吧，同学们，逗号 change 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 ，change the life of 当地人 locals。这个单词咱们词汇班也讲过吧？唠嗑，你看 local 唠嗑，跟谁唠？当地人唠呀，当地人啊 locals。
或者加个 and 刘老师，it promote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ibet and change。我才不加 and 呢，我这都是考北大清华的人，我怎么那么喜欢用 and 呢？那你说怎么办？一句话只能有一个动词 promotes， 那第二次 change 出现我就加谁？这不是咱们讲的非谓语动词吗，同学们？一句话只能有一个动词做谓语 promotes， 我就把 change 后面加个 ing 变成非谓语动词也可以呀。当然你加个 and 也不错，但是 and 作文中出现的频率太高了，同学们。所以这句话写完应该是不翻译定语，咱们的基础没那么好。来，1、2、3，抬头。青海 Tibet Railway makes travel time shorter, and more importantly， 逗号 ，it promote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ibet， 逗号 ，changing the life of locals， 句号。讲完了。我水平不高，刘老师，我没你水平高，俺定语没学，俺不学定语，俺就先把俺学的写对不就行了吗？你写对了吗？会背吧？好，9讲完了，继续来。下面讲的是长难句分析。写作已经说完了，来，咱们再回想一下并列句的考点分析。一、写作，只要上下句之间有逻辑关系，一定要用逻辑关系词。我给同学们举了好几个例子，你把咱们举的例子好好的复习总结一下。2、长难句分析，讲到了咱们这几个最有挑战性的部分，你先试试能不能听懂。还是那句话，听不懂先听高中语法学哈。长难句分析开始了。